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场 gameplay 是 S29DXB 对 S105 SDF 日本同盟军的圣剑对决。对方有一个黑洞，还有差不多3个陨石级课长，然后我方是有3个陨石级课长，没有黑洞。一开始马厩的战况就交给我方的陨石级课长去处理，我们只要负责增援就好。我直接进攻对面的西北圣所，但是攻不下来，因为对方的增援非常的快。现在回头看看，当时好像犹豫太久了，应该直接再撞一下。因为刚刚撞下去的第一发，其实他士兵大概减少了1/3，可以想象步兵已经减少了很多。撞第2下应该可以很快把步兵直接全灭，后面就可以轻松战胜。既然没有撞下来，通常我会四处观察一下哪边的建筑物需要帮忙处理的。因为圣剑的分数主要是吃占领建筑物的分数，所以只要是看到对面占领的建筑物，我就会非常的焦虑，想要赶快把它打下来。因为这边有很多队友在，所以在这边攻击一下建筑物，应该自己的城堡也不用太怕被偷袭。看到自己的部队被马上打下来，通常我会选择先把增援军撤退，好好的看好战报再决定。这个敌人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威胁性，翠很强，但是打完我他剩14万兵，所以我会想要再攻击一发试试看。但是对方的增援真的很快，一下子看到有几个部队进驻，所以犹豫了一下又撤回了。因为这个点会僵持，即使集结攻击打下来也守不住，所以就继续寻找下个目标。这个战报是敌方最强的大佬，一看就知道我们3个陨石都打不赢他。如果对方只有这一个大佬，那最后的情况很可能演变成这个大佬一个人守多个建筑物，剩下我方3个陨石个别击破他们。刚刚确认一下自身伞的红光是翠，集结我1分钟，集结不用太紧张，慢慢反应就好。有时间就会看一下战报，大家还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细看战报的方式吗？看看战报里是谁把主力派出来。队友开始增援我，然后集结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，所以先找个地方飞掉，不要让队友的增援行军跑这么远。习惯性侦查一下建筑物，因为很多人会开反侦查，所以其实侦查建筑物里面再去反推别人的城里，英雄在家的时候实力是怎么样，或者是敌方的主力英雄在不在家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。大佬要集结攻击建筑物，绝对要100%支援，然后用免费加速让部队刚好赶上就好了，不要多余的浪费。一看到这个战报超弱，超想打，结果头像马上变成敌方最强黑洞大佬，没办法，只好撤退。这边看到这个 Macken 还有 Sui， 就是他们公会黑洞号之后的2个大鲸鱼。虽然黑洞号的最强主力我们没有办法打赢，但是他要分散战力守很多建筑物，他的第2、第3甚至第4队装备如果没有这么好，我们的大鲸鱼应该是可以把它打下来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大鲸鱼的集结攻击设定是3分钟，其实是怕大家没有足够的加速赶上车。一开始设定3分钟的集结其实是 OK 的，因为战斗才刚开始，大家免费加速应该也没有很多。像这种刚开出来的集结有2分钟，就比较会有足够的时间上车。时间3分58秒，要缩短到1分半左右。按加速也要按了4下。
这个队友喊了60、10、30，而且他的集结时间是3分钟，应该是可以加入。如果不用使用太多加速，这样加入集结的人数应该也会变多。如果加入这种比较长时间的集结，就要注意暂时不要传送到别的地方，不然士兵会从集结里面抽出来，可能会导致集结失败。单撞容易把别人烧成的，应该只有这个黑洞号，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这个 Super Monkey 黑洞。结果一分享完，黑洞就不见了，确认他没有在自己身边，再找一下他的位置。身为最大主力的黑洞移动之后，他原本驻守的那几个建筑物，他的士兵全部都会抽回去，就都会露出破绽。即使是黑洞，要打下这个建筑物，也是至少要使用一个1分钟的集结。如果圣剑真的只有一个大鲸鱼可以 hold 住全场，那最后就会被敌人分开击破，搞到蜡烛两头烧。提醒大家，黑洞传送了，这时候可以攻击它的建筑物。现在这个建筑物是我在驻守，而且是没有穿装备的状态。突然发现在闪红光，赶快换主力进去。我通常都会等兵力真的要进去的一瞬间，再把建筑物里面的兵抽回来，避免空窗期。结果竟然是我方大佬没有穿装备在防守，可是对面这个单撞的，他连10% buff 都没有开，这样他很亏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要打圣剑，最好10% buff 还是开一下，游戏体验真的差很多。然后黑洞来集结我这边的建筑物了，其实如果他单撞我会有点怕，可是他们好像看到4亿以上战力的就不是很想要单撞了，可能比起攻击对手，他更在意的是建筑物吧。因为他设定2分钟的集结，这个我们是不可能挡住的，所以我打算直接叫队友都不要来增援。我很清楚我的作用就是拖住他2分钟。因为这个大佬是刚刚才从左上角修道院又传送过来这边的，所以叫大家停止增援，直接去攻击他们的建筑物。最后9秒开始把大家遣返，撤退喽！黑洞在旁边，身上突然闪红光，真的超可怕的，要赶快传走。有时候也会手残，按没有很快，还好只是侦查。这个 Macan 数值大概在1800到1900%，也是非常的厉害。
看起来除了我们3个大金鱼，其他人应该都打不赢他。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有人留言说他是团队的大金鱼，请问他在圣剑要如何带领团队获胜？其实圣剑这个可能至少要需要到3个大金鱼，在这么多建筑物的防守才会比较从容一点。然后我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个黑洞，只要他一离开，我可能又会回去那个建筑物捣乱。从这一下看起来，黑洞号的第2队挡不住我们家大金鱼的进攻。看到这个建筑物防守薄弱，原本想过来帮忙，结果没想到这么多陨石飞来飞去，打没几下，突然又变成对面黑洞号的头像。看起来他使用了非常多的加速啊，他的位置都没有动。只要变成黑洞号的头像，我们就会暂时放弃这个建筑物，开始到处侦查，看有没有破绽，然后观察黑洞号的位置是不是有移动。它一移动，我们就会去攻击它刚刚占领的建筑物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金鱼打下了黑洞号的这个建筑物，我们只要增援进去，黑洞号就没有办法单撞这个建筑物，至少必须要浪费1分钟的集结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对面的情况看起来有点糟，因为黑洞号只有1个，疲于奔命啊。或许有一些大金鱼在打圣剑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如果你就像对面这个黑洞号一样孤掌难鸣的感觉，你可能还是坐镇在地图中间，然后集结一个远方的建筑物，接下来找团队第2强的打手去集结敌方比较弱的建筑物，然后派你的其他部队去驻守，这样可能会好一点。可是缺点是大金鱼不能移动，士兵必须要由其他人加速补充。如果大金鱼是远距离防守建筑物的状态，它不能移动，敌人攻击建筑物一次打不下来，伤兵会回到各自的身上。如果要再次增援建筑物，会造成时间差，所以最好是每个建筑物旁边直接有3到4个人可以防守。通常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会直接对建筑物送全部步兵。大家要记得，只要没有步兵，就会兵败如山倒。
虽然有看到这个建筑物快要爆炸了，可是却没有人飞过去捡分，很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集结进攻，暂时没办法脱身。完全没有减分，队友有点无奈，所以减分这个行为只能看说谁刚好有空谁减一下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细节，建筑物上的防守头像突然换人，这很可能就是代表大鲸鱼传送。然后看到他在集结我们中间建筑物，那很高几率他就在中央建筑物旁边。这个是黑洞课长使用高铁冲往建筑物的方式啊，但是如果防守的援军很多，黑洞课长也不一定一下就可以撞下来的，所以打圣剑其实最怕的是人不够。我们真的是看准黑洞号一离开，就攻击他刚才的建筑物。希望把领先的优势至少扩大到5万分，这样子才不会有机会被翻盘。目前这样子领先分数大约33000分，其实状态还不错。敌方人数比我们少4个，其实他们要追上来反而是比较吃力的。看到盟友在喊需要支援，其实最好都稍微看一下，在能力可及的范围，尽量给予协助。尤其是像马厩这样子的关键建筑，稍微再复习一下增援防守的3个关键角色：修女、萨洛、戈登。其实打到现在，应该大概可以知道各个大鲸鱼之间的实力差异。所以理论上 Yogi 这个据点的防守应该是可以放心的，只要对面不是双集结，或者是对面的黑洞鲸鱼的集结 ，Yogi 应该都可以好好的防守下来。然后我们持续观察对面最强战力的动向。只要他有驻守的建筑物，上面都有他的头像，也是为了增加防守士兵的容量。只是这样做刚好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他的头像如果消失换人，我就会认为他应该是传送了，并且建筑物产生空窗期。这边看到队友在集结2号修道院，因为这个 Maken 也非常的强，一发集结应该是打不下来。只要有传送的行为，就要记得刚刚加入过的队伍，哪一些援军要重新再送的，所以这边重新再送了一次修女，所以一直传来传去，其实并不是很好。光是加入增援的加速，就会消耗非常巨大。原本是双集结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个集结取消了，那这样子一定打不下来，而且兵还没满。
这个战报看起来，其实两边的实力差距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。如果士兵全满，搞不好有机会一搏。只是在第6世代的战斗，步兵英雄应该还是用当下最强的崔顿可能会比较有利。用阿马迪斯的话，基本数值实在是差的有点太多了。Zero 准备对2号修道院进行第2次的集结，这次应该蛮有机会打下来的，因为对方很多受伤的士兵，他们也需要重新再发送增援。然而增援需要跑很长的距离，就会有时间差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建筑物直接变成我方的了，所以这个集结打下去，打在我方的建筑物上，士兵会直接全部变成驻防人员，累积在下面，立刻把集结容量最大的人变成队长。这边看到 McCann 攻击我方队友，派兵去增援，结果没想到他竟然加速超快的，还好队友还挡得住，只是不知道战损怎么样。因为建筑物变成我在守，所以只好把主力先派到建筑物，才不会让队友的援军全部都白费。因为分心了一下，没有把建筑物里的部队先撤出，所以要重新再送一次。看起来对方的黑洞大鲸鱼已经不想再移动了，直接坐镇在固定的位置，朝多方向集结。其实这已经是他能做的最好的方式了。同时，我方的大鲸鱼也一直针对他防守的建筑物进行集结攻击。他这样子很难守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队都是主力。可以很明显看出来，圣剑其实真的很需要大家负责各自的区域进行防守，只靠一个人是不行的。养成习惯分享最新鲜的侦察战报。这个人没有开反侦察，所以看到这样的数值，我就会直接分享。一分享，队友马上就会对他进行进攻。如果觉得防守很心虚的话，开反侦察是非常重要的。
黑洞鲸鱼虽然在防守，可是数值只有1700多%，看起来应该是他的第3队。这种分数很高的建筑物累积到6000多分了，最好要提醒大家来增援，不然就是掉落出来的辎重，一定要好好的捡，做一个标签来提醒大家。这几个辎重分数很少，但是因为免费传送已经冷却好了，所以还是会传送过来捡一下。大家在养成习惯捡辎重的时候，也要注意自己的传送堆叠次数，有时候累积到太多了，可能会不小心消耗到钻石，千万要避免。这边6000多分的建筑物准备要爆炸了，做了一个标签提醒队友。然后自己先传送过来，预备着，同时也可以收回所有的行军，这样捡起来比较有效率。右下角有一个2000多分的辎重，这个影响很大。还好传送过来的3个都是队友。为了想扩大领先优势，所以把脑筋动到他们正在采集的地窖上面，做一些干扰，减慢他们积分累积的速度。也把这些地窖的目标分享给队友，因为有一些队友可能分数还很低，没有满18万分。单人去攻击敌方的地窖，这样子对小玩家是比较容易得分的。把敌方地窖打爆之后，我通常都会派1兵来采集，因为其实1兵就可以采集了。不知道的人还是会把兵派全满，或者是，除非你想要在地窖都直接放一个陷阱部队，那你可以把兵派全满。这个人就是会玩的，他只派1兵采集。其实大家根本不需要侦查地窖，因为地窖最多就是只有1支部队。应该是说，为了侦查地窖，还要浪费一个长时间去跑的行军 ，CP 值不太够。
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地窖采集到一半被打掉，分数会不会吐回去？答案是不会的，你采集的当下分数就结算了。西北圣所20秒后要迎接黑洞的冲撞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提醒大家，让有空的人过来捡辎重。虽然捡辎重是需要养成习惯的一件好事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传送堆叠次数。如果累积到2次，尽量就不要再往上了，因为按一下消耗3个传送就很痛。所以圣剑的参与人数实在是非常重要。就是之前有做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如何提高圣剑还有三盟的出席率。这边我以为要爆炸了，所以先传送过来等，结果没想到竟然守住了，看起来是对方的集结也没有满，所以我方的大金鱼防守得很好。有时候会看到队友的大金鱼集结对方玩家，然后又取消。其实我思考了很久，他的目的性应该是看对手家里有没有其他的驻防人员。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，而且不用侦查。你觉到了吗？大家玩圣剑，一定最怕大金鱼攻击你的城堡，让你一下就没有士兵。可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其实是整体的战局还有积分，让他赢了面子，可是却输了理智。这边看到战力 1.6 亿的出来采集，其实很容易成为大家的目标。我原本想要传送过来打，看到需要消耗3个传送，我就取消了。我有在控制预算，这边就交给队友吧。我会建议要传送出来采集的人，至少也有基本的自我防卫能力，不要人家一撞你就烧起来了，不然就是完全没什么士兵。要烧就烧，单纯跑出来浪费敌人传送，这样也可以。对手黑洞金鱼的4个侦察战报，我直接全部分享出来，让队友大金鱼来判断他们到底该集结哪个目标。黑洞大金鱼一个人防守4个建筑，其实几乎也没什么行军出来攻击别人了。所以一样6个行军队列是无氪及小氪玩家最重要的资源。
对方分数的大本营中间的圣剑祭坛，队友准备要认真的夺下这里了，所以传送过来进行增援，一次可以加入两边的敌阶，不用消耗过多加速。这大概就是双拳难敌四手，这些分数都非常的多，一定要减。这边队友发出求助了，有一个敌人一直用单人攻击来撞这个9000多分的建筑物，他就是想要清空里面的步兵，之后就可以轻松撞下来了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我之前也会这样做，不过既然队友发出求助了，我就会来增援。看到这样的战损比，就知道他应该是撞不下来了。如果我没有来增援，他应该真的会成功，而且可以捡到9000多分的辎重。面对敌人这种进攻，直接一直补充步兵到建筑物里面会是最好的。而且看战报，他都没有开任何 buff， 至少10%的 buff 应该要开。其实像他这种单撞的战术，如果对方有人来防守，建议就要换建筑物去执行了，要不然一直撞只是在送分，因为战损比实在太差了。请大家不要做这样子的交易。突然看到4号修道院被黑洞鲸鱼集结，这边其实有11000多分，但是是一定守不住的，所以立个标签，
跟大家说3分钟之后会爆大，只要记得捡自重就好了。队友还飞过来增援，然后看到 Macken 跟着过来一起攻击我们队友。Macken 的这个进攻时机抓得很好，队友一烧起来，马上就进行灭火，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城防归零而传送走。我们家的卡萨诺瓦其实也很强，所以只要给他足够的士兵，他是可以挡住 Macken 的攻击的。虽然现在看起来战力只剩下1.7亿。最后3分钟，如果还没有满18万分的人，这时候一定非常焦急，所以通常都会开始攻击对手的城堡，为了就是多赚一点分数。大家如果好不容易得到圣剑的参赛名额，一定至少要拿满18万分哦。这边 Macken 真的也是蛮强的，队友大概2亿3千万的战力，被他撞一下就烧起来了。这场比赛也差不多快结束了，最后想跟大家讨论一下，面对双拳难敌4手的时候，该如何解决？其实大鲸鱼如果只有1只，它大概只能在中间，然后往各方向发起集结，然后它有打下来的建筑物旁边大概最少要有3到4个人在那边负责增援防守，还有减分数。我觉得这就是他能做的最好的方式了。所以，比起只有一个超强的大鲸鱼，还不如你有3到4个中等的鲸鱼，更容易获胜。也感谢日本同盟军 SDF 与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比赛。对圣剑争夺战术有兴趣的，请参考这部影片，教你如何靠续战力逆转胜。